在西藏，条件不好的朋友统一搬到了更好的地方，国家修好一排一排整齐的别墅，拎包入住。大家好，我是西藏老崔。然后很多人很好奇藏族老百姓家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构造和生活方式。今天我带着你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请随我一起来。哎，什么？你好，你好，你好啊！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我光听说。传统的藏族民居是1楼，它是不住家，对，2楼才住人是吧？对。然后这个现在的话是我们的车库，平时放拖拉机啊，还有一些农机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仓库，就是放粮食。这样子是吧？这是牛棚。这边是牛棚。有多少头牛？20多头吧。20多头，哇，有钱人家。好，楼上是住家是吧？对。好，来你看一看，来，随着我一起来看一看。西藏的传统民居都是2层或以上，独栋独院的小别墅，在农村和牧区。3轮电动车和拖拉机是藏族家庭的标配，这是干农活必须要用到的工具。每年丰收以后，把粮食储存到仓库，一家人就有了口粮。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西藏的牛羊为什么住在房子的1楼？其实这是为了保护牛羊，白天把它们放到山上和草原里，夜里就要回家。西藏有很大片的无人区，人与动物和平共处。如果牛羊跑得很远的地方，说不定会遇到狼和虎。牛羊是藏族人最重要的宝贝，所以把它们安顿在距离人最近的地方才能放心。但是西藏的城区不一样，城区不需要养牛羊和干农活，那种小别墅的1楼一般是客厅。每家都是别墅哈，传统的民居就是别墅，独家独院的，独家独院啊。这边就是阳台，这边是阳台。晒太阳，这边是住家、客厅、这个厨房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卫桑炉。咱们内地是烧香拜佛，在西藏它不是烧香拜佛，它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卫桑，就是高山小叶杜鹃是吧哈？然后或者一些柏树枝放在这里面，然后来拜佛。另外一种是在佛像前面是用酥油点灯，点酥油灯，跟咱们内地烧香拜佛它不一样但是总体的理念是一样。它是厨房，就是有客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住这里。我们自个家的时候，就是家人的时候都还住在这里。我们这边的话，西藏农村家庭里面基本上没有暖气这些的，暖气、空调这些，我们都是靠那个炉子烧火。好，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好不好？带我们进去看看。看看他们好吃的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咱直播间不经常吃货比较多吗？刚才外面看到了那个牛粪，然后烧的是牛粪是吧？对。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来，我给大家说一下，西藏3大怪，其中有一怪叫牛粪贴在墙外晒，然后那个牛粪呢，然后听说好像还要跟它燃太快，然后要跟泥一起和做成饼，然后晒是吧？对。里面还要放一些泥是吧？然后这样烧然后煮酥油茶什么都在这里这样煮。煮酥油茶呀，煮饭呀，都是在这里。然后在这一边吃饭还可以一边看着电视是吧？好的。在西藏大多数地方，牛粪都是最重要的燃料，所以有朋友到西藏来，看到房子墙上粘的东西，那不是泥土，而是牛粪。牛粪越多，代表着家里养的牛越多。藏族人不会用树木当燃料，牛粪是最好的燃料，这是自古以来就传承下来的传统，保护了我们西藏的环境。会客厅是吧？还有什么客人来了以后，在这里一起喝个茶。会客厅。对。这个洋装很漂亮。这种洋装是皮鞋是吧？就是对皮鞋的，而且那个过年的时候也是必备的洋服饰。这是我们西藏的传统美食。现在随着公路的修通，我们藏族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生活在西藏乡村里有多么不容易，人是群居动物，但是藏地地广人稀，常常走几百里地才有一个村庄。村与西藏的高山河流为伴，人与人之间的见面却是很长的时间。不得不说，过去的生活在西藏乡村人是非常寂寞的，而改变这一切的东西是公路。一条路连接了西藏的千家万户，城区的产品可以快递到乡村，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快递卖给城市。当农牧民快速到达城市，看到拉萨的繁华，得到更好的教育，
甚至因为公路的出现，努力奋斗买一辆车，这就是西藏人的幸福生活。我前面的这个村呢是搬迁过来的，在西藏呢有很多地方就是土品搬迁过来的，这些房子呢是政府帮他们统一修的，然后这个公路呢都会通到自家门口的，然后交通呀就特别的方便。在西藏条件不好的朋友统一搬到了更好的地方，国家修好一排一排整齐的别墅，拎包入住。全国如此巨大的投入，其实是投给了希望。论高科技的发展，现在西藏当然比不了北上广深，但是西藏最重要的目标是所有人过上好日子。因为西藏没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只要把优势更突出，把传统和第三产业做得更好，每个人都富裕起来，让不怀好意的误解消失，让世界净土的名字更加响亮。全国无私的投入，让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在西藏的乡村里，有公路、汽车，有银行、商店，有可爱的孩子和幼儿园，家家户户插上了5星红旗，遍布我们的欢声笑语。一介遍里都是交通发展带来的，而背后的领路人也值得我们感恩。我们藏族人学好本领，让家乡更好，一起共勉。我后面还有一头牦牛，它们如何分辨真假牦牛呢？它的那个毛是不一样的，看到没有？它那个毛都长到这个腿上面了。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之前我不是一直说我现在在上大学嘛，所以有时候课余时间有点细忙，然后拍视频的时间又有点少啊。那么今天呢，我带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作为西藏唯一一所除了拉萨以外的本科大学，我呢非常乐意把自己的学校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发吧。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练舞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舞房。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嘛，然后我就加入了我们院的这个文艺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舞房，走吧。挺漂亮的哦。哇，是不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我们学校呢，每个学院都有这样的舞房，然后平时开展什么活动之前，就在这里排练，比如说迎新晚会啊、毕业晚会什么的，我在这里练。我现在到了我们学校的操场，现在还不能进去，因为在里面修。然后下面是篮球场，咱们现在过去到篮球场。这边就是女生宿舍。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的馆舍面积有7500多平方米，然后还有阅览座位有1500多，总共有4层。然后4楼是电子机房。然后现在我过去，上次我借了一本书，现在快到还期了，我顺便还一下这个书。明白在风机场上上下马业上下飞行，协调正在扫描条码，传输成功，请答开出。如您排期传输，请安全操作。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4楼的机房。
我后面的是我们学校的第4教学楼。我们学校呢总共有6个教学楼，然后现在这是4教，其他教室就不一一过去了。大一在练太极拳，他们下周有太极拳比赛。那么这一列呢是我们学校的小卖部，还有银行、电信、移动，还有邮政等等。现在呢，我到了我们平时上课的教室，这个算是小教级，这个大教没有，这个还一点的也有。前面呢，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的一部分，虽然还有一部分，但是我没来得及去。今天呢，大家也应该大概看到了我们学校的面目。希望大家以后能到我们的学校参观参观。当然了，我更希望能和你们成为校友。那么接下来的视频中呢，我会给大家更多的展现一些我在学校里的生活，让大家能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学校。